叶晨从不是个护短的人，老丈人这次的一系列骚操作确实败人品，而且又没有悔过之心，叶晨自然也不可能在暗中拉他一把，所以这件事便任由老丈人去折腾。他已经决定放手不管。倒是周良运此时替萧长坤说起了好话，开口道：“叶少爷，其实萧先生这么做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当初他打碎那个花瓶，其实也都是遭我算计，我让人打他，也是为了演得逼真一些，他记恨我也是应该的。”叶晨点点头，感叹道：“记恨自然是没问题，报复自然也没问题，只是这手法确实有些上不来台面。不过即便是这样，他想从您这里讨回颜面，我依旧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出在他不懂什么叫见好就收。在张二毛曝光这件事之前，他其实也不算亏，虽说卖飞了一件好东西，但东西本身也是别人卖飞给他的，而他好歹也从周叔叔您这里拿走了20万的净利润。坏就坏在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知道那尊铜佛卖了高价，就想把铜佛要回来。若不是他这一步属实过分，我也不会让张二毛曝光这件事。说罢，叶晨感叹道：“归根结底，还是玩不起。卖定离手，愿赌服输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了点儿。”周良运笑道：“一念之差，错失2000万，绝大多数人想来都接受不了。萧先生想把东西要回去，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说着，周良运又道：“至于后续影响，其实这件事情只要我不说话，不闹到警方那里，其实外面也没法给他定性。书画协会那边只要有人拉他一把，应该还能有容身之地，只是往后可能同事关系会紧张一些。”叶晨微笑道：“随他去吧，这件事我已经不准备插手了。”周良运点点头道：“对萧先生来说，行事风格和做事逻辑还是欠缺成熟和严谨，可能他这一辈子没创过业，也没经过什么风浪，综合能力相比多数同龄人还是欠缺太多。”叶晨十分赞同周良运对萧长坤的评价，老丈人这辈子虽然过得窝囊，但也确实没经历过什么波澜，从大学毕业就在萧家混吃等死，混到前几年老爷子走了，生活才算一落千丈。关键他这么多年在家里被马兰、老太太以及亲大哥打压惯了，物质生活的水平降低对他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反正他在金窝银窝也是躺平，在你窝狗窝也一样是躺平。但他想当书画学会的会长，也不是为了什么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唯一的目标就是积攒些吹牛逼的资本，以后出门有点面子，仅此而已。所以就老丈人目前的综合社会能力来看，可能还比不上一个有3-5年社会工作经验的年轻人，而且他这么多年也没什么上进心，一直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一辈子唯一有上进心的也就是最近为了能当上书画协会的会长，天天处心积虑。不过当会长这事儿估摸着是要黄了，他要是能当书画学会的会长，书画协会估计除了他都得辞职。不过叶晨现在也懒得去管，他关注这件事的初衷是担心老丈人和张二毛会动用暴力手段来针对周良运，而周良运在金陵没什么根基，要真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危机已经彻底解除了，张二毛不会再帮老丈人针对周良运，老丈人就失去了暴力手段的支持，而他们刚刚搞出来的这场闹剧又帮周良运快速在金陵古玩街站稳脚跟，周良运以后在金陵的发展肯定要顺畅得多。于是叶晨问他：“周叔叔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周良运回答道：“我本身没想这么高调，只想着在古玩街开家店慢慢做，现在忽然间有了不小的热度，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找我鉴定东西，也算是一把双刃剑吧。我接下来打算把节奏放慢一点，以后每天再晚点开门，再早点打烊，接待的客户也少一些，估计再过上1个月，这热度也就下去了。”说着，周良运又道：“等热度慢慢下去，我就佛系做生意吧，反正我也不图赚钱，更不图把事业做到多大。金陵这城市生活节奏比较慢，人要是也能慢下来的话，
还是很舒服的，我就打算慢慢悠悠的在这里养老了。叶晨点了点头，说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对可控，只是不知道破青会是否还在关注四方宝状以及您的消息。若是将来能把破青会铲除，你也就彻底自由了。周良运微笑道：我相信以叶少爷的能力，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说罢，周良运想起什么，忙道：对了，叶少爷，您应该还没吃晚饭吧？要不要一起吃点儿？附近有家小餐馆做的本地菜很好吃，可以直接送到店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们一起在店里吃点。叶晨笑道：好啊，正好我老婆这几天忙公司的事情，每天晚上加班，我就跟您蹭顿饭。说着，他又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便对周良运说道：对了，周叔叔，金陵还有您一个老熟人，您多点几道菜，我把他也叫过来。与此同时，肖长坤灰溜溜地离开古玩街，拦下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道：去天香府。肖长坤之所以要去天香府，主要是想请裴会长到那里吃顿饭，边吃边聊。于是他先给洪武打去电话，一开口便殷勤地说道：五爷，是我，肖长坤。洪武声音不冷不热地问道：肖先生找我有什么事？肖长坤忙道：是这样，五爷，我想您帮我留个小包厢，晚上我打算请我们会长过去吃顿饭。洪武婉拒道：不好意思啊，肖先生，今晚天香府有贵客，不对外，要不改天再说吧。肖长坤没想到，以前一直特别痛快的洪武，现在竟然这么不客气，心里一下子落差极大，只能悻悻地说道：好的，五爷，既然不方便，那就改天再说，谢谢您了。洪武嗯了一声，道：没别的事儿，我就先挂了，正在忙。说完，也没等肖长坤说话，洪武就直接挂断了电话。这倒也不是洪武墙头草，他心里敬重叶晨，对肖长坤自然也打心底尊重。但这次叶晨说了，要让老丈人知道做错事的代价，所以他当然也不敢继续对肖长坤客客气气，有求必应，态度必须要冷淡一些，好让肖长坤明确感受到其中落差。此时的肖长坤心里郁闷极了，不由暗叹，万没想到这件事弄到现在，连洪五爷都不待见我了。早知如此，我他妈还不如老老实实拿着那20万落袋为安，在迪拜好好度个假，那样不但有20万在手，协会也不会知道这些烂事，洪五爷也不会对我有意见。后悔不已的肖长坤一个人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眼看司机正悄悄通过车里的后视镜打量自己，他赶紧把脸扭到一边，然后掏出手机给裴会长打了过去。电话一通，裴会长便问他：长坤，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张二毛那边搞定了没有？裴会长还等着肖长坤找洪五爷给张二毛施压，让张二毛主动出来辟谣。但肖长坤心里知道，辟谣是彻底没戏了，所以只能尴尬地说道：裴会长，张二毛那边出了点状况，这家伙现在铁了心要跟我对着干，洪五爷找他也没用，而且洪五爷也跟我说了其中难处，张二毛是他的师爷，他夹在中间有点左右为难，所以也不太方便插手。裴会长咂嘴道：哎呀，这就有点难办了，你要是没办法辟谣，就没办法堵住会里这些人的嘴啊。肖长坤忙道：裴会长，虽说现在没办法让张二毛出来辟谣，但我可以保证的是，这件事儿肯定不会再继续发酵了。张二毛说什么诈骗也都是纯扯淡，人家警方是不可能介入的，警方不介入，谁都没法给这件事情定性。而且我也跟周良运说了，这件事就是个误会，周良运也明确跟我表态说不追究了。裴会长喃喃道：这不上不下的事儿也落不了地啊。肖长坤忙道：事儿是落不了地，但也不会往大了发展了，等过去这几天风头，热度估计也就下去了。裴会长道：长坤，你觉得热度下去了，但协会那帮人可未必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关键你现在是二把手，挡了很多人的路，
就像大家都在一个马桶前面排队上厕所，谁都想把排在自己前面的人挤走，而且他们所有人都排在你后面，不把你挤走，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怕到时候他们会不停地闹。裴会长现在压力也很大，他其实已经不打算让萧长坤接任自己的位子了，因为那样一来，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萧长坤爆出丑闻，自己还继续让他上位，那些人肯定会找自己闹，甚至对外说自己包庇萧长坤。可他也不敢太得罪萧长坤，毕竟他不知道洪五爷眼下对萧长坤到底什么态度。万一自己得罪了萧长坤，萧长坤记恨上自己，那以后自己的路也不好走。所以裴会长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萧长坤能自己提出放弃竞争会长职位，最好是连常务副会长的位子也自愿放弃。那样的话，那几个副会长都各上一层楼，自己也能安抚住他们的情绪，顺带着把萧长坤留在协会，也就不那么犯众怒了。萧长坤眼下还没参悟到裴会长话里的意思，于是便道：裴会长，那帮人就是秋后的蚂蚱，闹也闹不了几天，等您高升了，我做了会长，我自然有办法收拾他们，让他们老老实实的。裴会长忙道：长坤，你现在还没明白，现在不是让不让你做会长的事儿，而是你能不能继续留在协会的事儿啊。他们这帮人提的要求是把你从协会除名，不然就要一直闹下去，甚至搞不好会去市里反映情况。万一市里也觉得这件事有损协会声誉，要求你退出协会，那我也保不住你了。萧长坤顿时慌了，语气焦急无比，甚至带着哭腔的脱口哀求道：会长，我求求您拉我一把，我现在已经是血本无归了，您说什么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在协会的地位不保啊。